来介绍一些在韩国首尔的一些底片相机或是摄影相关的一些商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韩国的物价或是薪水都比台湾高嘛？不管是底片相机啊，还是底片胶卷，都贵于台湾蛮多的。底片其实会造成很多塑胶垃圾浪费嘛，让这些废弃物重获新生。那个外盒的一些塑胶，好像有点类似那种小票，对啊，小票是之语、收据，这也要打个字幕。就是打版的。你讲完之后，我就觉得好像不用看它。去问问看这间岩南胶卷它冲扫了多久？结果它一般财富只要4个小时。It's just my wife's collection. My wife's English name is Ellie. So this is Ellie. I want to ask you a question. Which camera is better? 这间店是超乎我想象的狂后面全部都是客人在自己操作机台扫描他们自己的底片。我没戴手套，抓到。拍写真刷慢，欢迎回到写真浪开机。那我是奇诺。那之前嘛，我曾经在去年的时候去东京那边介绍了6间底片相机的店家。大家知道吗？虽然韩国不像是日本那样子是生产底片相机啊、底片胶卷的大国，但是呢，韩国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追星文化，甚至近几年比较流行的像人生4格，大家会去拍这样子的拍贴机嘛。也就是说呢，摄影这件事情，甚至拍底片这件事情，在韩国可能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文化。那所以这一次呢，有机会又来到了首尔，所以呢，想要来介绍一些在韩国首尔的一些底片相机或是摄影相关的一些商店。这次呢，我大概预计也是会想要走6间呐，那也是我上网或是一些网友推荐啊、朋友推荐查到的一些店。那今天虽然是礼拜6了，但也不确定会不会有一些店没有营业。那因为昨天呢，我从仁川机场下来之后，因为搭的是红眼班机，然后到的时间比较晚，关系有一些旅馆它已经没有办法住宿了，所以呢，我昨天是在东大门历史公园站的 Spirit 汗蒸木那边睡了一晚。虽然说东大门那边也是有一间蛮有名的底片专卖店叫 Finlog， 但因为我现在早上起来，那 Finlog 它是下午1点才营业，所以我今天早起呢就先来旁边的南大门市场，这边是有一条相机街，那里面好像也有一些有趣的店家，那我就顺便来市场走走，然后看一下这边的相机店。然后如果你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话呢，欢迎先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还有 IG 粉专。如果想要支持我们制作更优质影片的话，也欢迎用超级感谢功能支持起来哦。那我们就开始喽。需要先说明的是，由于这次开箱的店家并不全然以贩售底片相机为主，跟之前的东京企划比起来，我们的评量标准会改成以特色程度和交通便利度来评分，并放上相应的 hashtag。再来，因为韩国不流行使用 Google Map， 建议大家可以下载当地比较常用的 Neighbor Map。而如果用英文店名找不到的时候，也可以尝试改用韩文进行输入。我们也会把这集介绍到的韩文店名和连结放在影片说明栏哦。南大门相机街位于首尔南大门市场范围较靠后侧的位置，因为网络上查不太到相机街店家的相关资讯，原本只锁定一间朋友推荐的 The Camera， 直到现场才发现其实整条相机街几乎都有贩售底片相机。不过第一间我们还是先来到了 Camera， 这间店铺有不少的中阶底片单眼、旁轴相机、高价位的旗舰机以及各种镜头，也有不少中片幅的机型，当中也不乏贵的徕卡 N 系列或是富士 TS2 宽景机等名贵的型号，也有各大厂牌数位相机的镜头、背带配件、收音麦克风和少量135底片可以购买。但不管是相机还是底片的价位都并不是很漂亮。这里附上我当下在店里记录下的商品韩元价格，也放上换算新台币后的价格提供大家参考哦。接下来我到了位于 The Camera 隔壁的胡萝卜相机，这间的店面相对起 The Camera 稍微小一点，贩售的底片相机款式主要以单反相机为主，也能找到一些蛮可爱的小型蛇腹相机，像是这台比较少见的蔡司女伯爵蔡司一康 Contessa 35。继续再往前走，会发现每台相机店门口的展示柜位几乎都有摆出很厉害的高阶底片机型，像是徕卡 N、Contax T3、尼康35 Ti、哈苏 S Pen 或是理光的 GR21 等。中片幅、大片幅的相机也是琳琅满目。可以说来到这边，你要担心的并不是找不到你要的型号，而是口袋够不够深的问题。但我这次有观察到，相机街这里的很多店家都不会像日本的店家那样直接清楚标出相机的价钱，几乎都要自己主动向店员询问。不过因为我其实也没有真的确定要买，就不太敢一直询问了，但还是放上我实际记录到的一些价格，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可以自己思考决定要不要出手哦。
总结一下，南大门相机街最大的优势是二手底片相机的款式齐全，稀有的高阶型号也比比皆是。整条街的店家可以让你慢慢逛个半天，但除了买相机以外，就没有太大的特色了。交通部分则是从地铁会贤站直至川路南大门市场，步行约6分钟后就可抵达。如果你来到这里，南大门市场除了童装批发以外，各种传统小吃也不容错过。尤其是在鱼一条街最有名的辣炖带鱼汤，小辣的汤底和细嫩的白带鱼肉真的非常的赞，很推荐大家来体验看看哦。这边虽然它是相机街，就是主要可能很多店是卖数位相机，但也是有一些卖底片相机的店。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韩国的物价或是薪水都比台湾高嘛，就跟上次去日本一样，不管是底片相机啊，还是底片胶卷，都贵于台湾蛮多的。我觉得应该也是有贵一半以上。但跟上次我们去日本，比如说新宿的时候不一样的是呢，日本毕竟是一个生产底片相机的大国嘛。那个时候在新宿就有一些店里面摆满相机，然后有一些状况比较不明的，然后让你可以自己去挖宝。有些它可能会写 A、B、C junk 级嘛。那这边的话就比较没有，通常就是品相没有日本的店家那么多。如果你是台湾人来这边买的话，可以不用想着挖宝这件事情啦。如果大家你来韩国玩的话，除非真的是有一些你买不到绝版型号，你真的很想在这边买，大部分的话，我觉得在台湾买应该还是比较便宜。那总之今天南大门这边的店非常多，肯定没有办法一间一间逛完啦。但看起来就是差不多，他们平均的行情就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就离开这个南大门市场。刚刚在这边稍微吃了个早午餐，吃那个辣炖白带鱼嘛。那我们下一站现在已经快中午了，那我就接着从南大门再前往东大门历史公园站，再回到之前我上次来的时候也有开箱过的 Finlog 底片专卖店去走一下。好，哦，南大门这边啊，我以为我是来逛相机，结果我这边是来买童装是吧？就是好像听说蛮多人都是会特别，甚至从台湾还是其他国家跑来南大门市场这边批发一些童装吧。或是帮自己小孩买衣服，哇，看了好想生一个。现在呢，刚从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站出来，那现在要去第二间的店，应该其实不是第二间啦，但是就是除了南大门相机街以外，第二个店是 Filmlog 底片专卖店。那这间店呢，其实我之前我有来过，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的信用卡嘛，就是那个 Worldpass 卡里面没有钱，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用到它最有名就是它那个底片自动贩卖机嘛，但它只能用卡片，所以我们等下去用看看，然后顺便看一下它的商品跟上次来的时候有什么变化。位于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站的 Finlog 底片相机专卖店，可以说是韩国年轻人之间最有名的底片店铺。他们以特色的底片自动贩卖机闻名，在全国总共设立了14台，24小时全天运作。自动贩卖机还设有无人底片送件箱，只要填写表格后，连同底片放进箱子，店家便会将你的底片冲扫完成后寄出，十分的方便。好啦，我现在人呢就在东大门 Filmlog 底片专卖店前面的这个自动贩卖机，这边是一些原装片嘛，购200，这个价钱差不多是400块。看这边原装柯达电影片 250D 500T， 9,500大概台币200多，但是呢，换上一个比较漂亮的包装啊，马上变2万多。这个也是啊，不知道是什么的分装片，应该也是一般的电影片吧，9800，显然是什么？这边就是来卖包装的。好，那今天既然想要投一次给大家看看了，那我觉得这些片其实我都拍过来，不然呢，我就来买一个包装好了。我觉得这边应该就是重点是来买包装的。这个我好像在日本有看过。这个 Candido 也在日本有看过，那我唯一没有看过是这个 Lisha Libra 不会念蛋挞400D， 所以看起来应该也是分装电影片。好，我们就来投这个，怎么投呢？看一下编号32号，第一步骤先选一下你的号码，好，我就选32号，要按 Enter，OK， 2万3，我们要买这个32号2万3，插卡这里，插入我的 Worldpass 卡，插卡哦，2万3哦。哦，有声音有声音，现在是有吗？拿出来吗？有吗？卡在这里 ，IC 卡，好插入。我刚翻了一个蠢啊，它那个提示很不明确，
我刚插进去，其实我已经购买了这个底片，然后我不知道还有掉下来，所以我刚刚一直在那边重插。我其实里面只有储大概3万多韩元啊，所以差不多是1卷的钱。所以我刚刚在试说，为什么怎么插它都不能再买？好，那我们这样就成功买到我们的底片贩卖机，这个蛋挞400D 这个底片。那我们现在进去 Finlog 里面看看吧。Finlog 的门口啊有这个1面墙，2面墙。它上面有一大堆的这种看起来是帮客人拍的拍立得嘛，上面都有写一些话。我看懂了，这边是写 Why shoot film， 就是为什么要拍底片。这边是写 Less photo work， 有可能就是他们之前办什么底片散步街拍活动。那门口还有放一些这种，我让你看一下说不同的底片拍出来会是什么成像的感觉。但其实我觉得可能印刷的关系吗？还是说挑选场景问题？我觉得每张看起来怎么都差不多。那我现在人就在 Finlog 店内啦，其实可以看到，刚刚外面贩卖机的底片其实里面都有，所以我觉得贩卖机更多是用个体验啊，而且他们的贩卖机在好像全首尔，甚至首尔以外的地方，很多地方都有摆设。你如果只是为了买底片的话，我觉得进来门市买就好了。但我记得台湾现在台北好像也有忘记哪间店了，也在弄底片贩卖机嘛，所以也不是多么独一无二的东西啊。大家如果有来首尔旅游的话，可以体验一下就是了。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上这个Harman Ray 的，就是凤凰啊，反过来拍，把它那个药膜层反过来，就变成这个 Ray 的125。变成 Ray 之后，原厂建议要用更低的 ISO 设定去拍摄，就是要多一点的曝光，不然会拍出来太红，好像是这样啦。那我说实话啦，现在市场上真的没有那么多原装片，所以现在看到这种真的稀奇古怪没看过的包装，大部分都是一些电影分装片啊，或是像我上次来的时候有，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找不太到。有一卷它是圣诞老人 Santa Color 100，它那个其实是柯达航空片的分装片，有一些好像台湾也有看得到啦。像我记得这个 Acro Maple 这个台湾好像就有嘛，那这个又是什么？这个我是真的没看过，200D 哦，这不知道是什么片分装的。如果是250D 应该不会写200吧 ？Daylight Art 400，他说用 C41啊，有可能是 NZ 400，或是楚碳电影片吗？不确定。当然，如果大家喜欢收集包装，不失为一个选择啦。其实你看哦，哇，这价钱36000，3万6是多少啊？800块，这么贵啊？这边有更多没看过的，这应该是这一区啊，看起来是黑白片，那闭眼坏嘛，我真的都没看过哎。我觉得 Finlog 应该算是在首尔地区，你如果说买底片的话，可能是最齐全的啦。它虽然也是有相机，但是相机偏少一点，我觉得这是买底片的好选择啦。当然，如果你能带，就尽量从台湾带。然后，如果你人已经来这边旅游了，你又想要买一些底片的话，是可以考虑看看哦。这边款式很多种，黑白彩富都一大堆。也有120的，这边是120啊，像这个啊正片，的确就是很贵啦。你看47000，超过台币1000，所以这应该就比自由数位卖的贵啊。然后我看到这个东西啊，这蛮有趣的哦 ，Tremarin 不会念，这个100度啊，我猜它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它那边写16，又写 C41，大家可以正冲、负冲，又是100度。那我猜这个应该也就是大家都有拍过一种叫做外星人 Arian Neronega 100嘛，还有我刚刚说之前来这边有那个 Santa Color 100，这应该是一样的东西，也就是柯达的航空底片。看到那个最新的底片新机2人组了，这是 Penta 17，这是 Rollei 35AF，就是我们之前开箱过这2台的比较嘛。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价格，韩币的那个换算大概是除以40嘛，2万，台湾多少？16000啊，35AF121600，这是什么价格？在这边买相机是真的贵啊。哈苏 S Pen 2，这个我不知道它是有配一机一镜吗？看起来是 kit 组，这样是800万，也就是台币20万，但很正常啦。S Pen 本来就是这个价格。那大家有注意到前面在南大门相机街的时候，我都在里面没讲话，都用配音的嘛。那这边为什么我可以在这边讲话？因为我觉得相机街那边的气氛，它就是有点像你去那种台湾的可能北门相机街，就是你进去店面小小，你不太敢在里面录影的时候讲话。我先说我在那边录影，我都是有取得店员同意、店家同意的。然后 Finlog 这边它比较逛选品店的感觉比较浓厚一点，所以这边感觉你在这边拿相机讲话是比较没压力的。然后店里面客人也是很多。好，那我们刚刚看的贵相机区，现在看一下这区。稍微比较平民的相机区，
价格是多少呢？后面的绿绿有没有？这还是之前我们介绍过的 Minolta PS， 那它是一台假宽景相机，记得台湾的价格大概是台币3000块左右，它这边卖184,000，18万台币4000多，也是贵一点啊。就是整体上来，我觉得比台湾再便宜也会贵个可能20%以上。那这边也是一些旁轴。有一些是没有写价钱啊，我就不好意思问。那单反区这些价格啊，其实一台都是大概介于15万到20万，你大概台币4000到6000，也不是到非常便宜。就是可能你在台湾的一些实体的店面啊，比如说新竹的生写真，或是台中的图相机，还有高雄的点相嘛。店里面摆的相机应该是比他们再便宜一点，但看起来其实品相也不赖，感觉保持的都蛮干净的，镜头看起来也蛮干净。像这个120的双眼啊 ，Rolleico 的、台湾是多少啊？好像也不用1万啊。那这边343000也不用1万，所以就是刚刚我们去到南大门相机那边嘛，那边我觉得价格都贵很多、然后我原本以为像是 Finlog 这种装潢比较漂亮的店会再更贵，结果有一些好像还好当然还是贵啦，但是我觉得不是说每一台型号都到贵的很不能接受，所以我觉得大家来 Finlog， 你买底片以外，这边是底片，后面靠近柜台这边就是相机区，也是可以逛一下。那我这边也想要特别拍，就是即可拍这一区给大家看啊，因为我知道蛮多人，尤其是女生啊，就是来韩国玩很多都是在追星的嘛。那有些人他也不是平常都有在玩底片。然后对底片相机一些比较复杂的机型可能操作不是这么熟，所以我知道很多人都会买一些即可拍那种便宜，然后又比较好上手的。那这边其实跟台湾的一些店家一样，有蛮多即可拍的型号的。那我觉得大家来这边也可以挑，因为我相信即可拍其实它的画质啊功能都大同小异。如果你今天是来追星或者想要去拍一些人生4格啊，那也可以当一个好看的配件。如果来这边挑即可拍，其实就挑有闪灯啊，然后自己喜欢的图案就好了，也是不到1000块台币就会有啦。虽然就是对本来即可拍就是稍微我觉得有点盘的东西，对，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来首尔这边玩，想要找即可拍相机的话，我觉得 Finlog 是最好的选择。那至于这种像即可拍啊，或是那种其他那种重复使用不可调整光圈的相机，要怎么操作才可以避免拍出失败照片？之前我们频道有做过一集这个影片，都欢迎去点旁边的连结收看哦。像我最近其实台湾有看到这台 Pixolet 这即可拍，但我觉得蛮可爱的啦。我本来就喜欢这种像素风格的设计，盒子也蛮好看的。你看这个有点雷射，当礼物或是做个纪念品都还不错。我这次来是有个目的啊，也是想要来找这个。上次我来首尔来 Finlog 的时候就有看到，那时候没买。这边就是一些小小配件啊，可爱商品区。我觉得这边其实有一个蛮大的面向是买这种可爱的小物啦。哦，这好可爱啊 ！A 格法的贴纸，但是因为版权问题，它写 S 法，这是什么？磁铁。你如果有拍正片的朋友，就回去让你自己用正片可以剪下来，放在这种片夹钥匙圈。其他就是一些可爱的胸针啊之类的，可重复使用的相机跟一卷底片的组合，这样是56500，1000多台币。然后现在比较热门的是这个嘛，这个是柯达 G35N， 那它一台本来台币就要将近2000块啦。所以要卖这个价钱，然后这边看起来是那个 Lomo 专区，这是 Lomo 的那种鱼眼相机，然后底下还有这个之前我们开箱过 Lomo Matic 110，还有最新的这个闪灯有绿色片的广角相机。这边是 Lomo 好朋友啊，我刚刚看到一个超酷的东西，这个上次来好像没有看到，可能是新的。它就是说他们店啊，每年大概会卖出5万卷底片，这些底片其实会造成说塑胶垃圾的浪费嘛，那所以他们就是让这些废弃物重获新生，所以这应该是那些底片啊和那个外盒的一些塑胶，还有它那个你知道金属铁罐外面会有这个壳和包装嘛，他们就把它回收起来，然后摊平做成像这样子的磁铁，这超可爱的，这个一个卖9500韩元，因为我刚原本是想买他们这个别针啊，可是忽然看了一下，我更想买这个。Finlog 的底片双扫项目有彩色负片、黑白片、电影片和正片，并透过 email 传送电子档，也提供印象的服务。冲扫价位的部分算是这趟拜访的首尔店家中相对偏高的。135彩色负片的基本冲扫方案为8500韩元，折合台币大概200元。那所有的参考价位我们都整理成表格让大家参考。
取电天数一般彩色负片为2天，其他则都要等待约7到10天。那因为这次的首尔行程只是快闪，可惜就没办法在这边体验到冲扫的部分了。总结来说 ，Finlog 的最大特色就是不便宜，但可应付紧急需求的底片自动贩卖机。店面的优势是丰富的底片款式和能够感受到环保理念的周边小物。从中大门历史文化公园站5号出口，只要步行4分钟即可抵达。交通方面程度5颗星。我现在人呢，刚从 Finlog 的门口出来，看一下我买了什么战利品。其实主要都是想要回去送给频道小伙伴的东西啦。Finlog 他们自己出的这些设计的一些贴纸嘛，即可拍的啊、底片的啊、片盒跟胶卷的。正片的片夹，还有这个，我觉得他们很注重这个环保的东西啊，可以放底片的1个的收纳盒，它有卖3个啦，我们自己回收做成的磁铁。那我买了2个，一个是富士底片的，一个是 Earphoto 的那个 Camera， 我最近很常拍的那个黑白底片。Camera 这个我应该自己留啦，那富士这个我应该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太有意义了啦。的确，大家可能都会忽略掉我们平常在拍摄的底片会造成多少的塑胶垃圾。富士这个款式呢，我就打算在我们的频道然后粉专举办抽奖活动来把它抽出去哦。Hey bro, why you are late? 你住附近啊？对，你就无视我直接走掉。Hello 大家，我今天原本想要先去那个弘大那边拍2间店，但我今天因为有约，然后我实在太晚出门了。我们刚刚晚餐去吃烤肠，然后现在来到这边是圣水站，然后这位是我的高中同学，同班同学2年的孽缘。你要用本名还是艺名？你就叫我我们刚高中刚还没同 say 好学，你就叫我高中同学。你就高中同学是吗？我们高中的时候彼此很丑的时候，我们2个都看过彼此。我比你再更丑一点的时候，你现在也很丑是不是？所以我今天戴帽子啊。因为他的帽子就有点太像化疗，然后他又戴着一个摄影机，就很像就是可能癌末病患想要圆梦。我来圆梦，看一下生前还有什么想做的事做一做。对，好啊，那今天跟高中同学，我们现在在那个圣水站这边啊，这边是蛮多那种潮牌服饰聚集的地方。我们现在要去的这间店，它跟其他店比较不一样的是，它不是一个相机店，它是叫 Koda Corner Shop。柯达，高中同学，你有去过，所以请你来带路是对的。就适合他的衣服，适合好看的人，但所以我可能可以买回去送我的朋友们之类的。如果你有好看的朋友，还是你是叫我送你？我们刚刚去吃烤肠，还发现2年前我们在台湾吃饭的时候，我们骗他钱。对，然后那个时候他欠我1500块，然后我就想说，他讲出来是吗？到底还了没？然后我还去看我们上一次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2年前在首尔某间店，然后还看我那天的刷卡记录，发现是我自己付的。我们现在其实刚吃已经快8点了。然后他好像开到8点半，所以我们赶快去看一下。对，到了，到了是吗？位于圣水洞的 Koda Corner Shop 是柯达在韩国唯一直营的服饰精品门市。这里并不以相机贩售为主力，而是满满2层楼的柯达品牌韩国限定周边商品和服饰等等。就算是没有接触底片的消费者，进到店里一定也会马上被充满设计感的商品给深深吸引哦。你今天是要帮我挑是吗？没有，我刚才说他要挑那个帽子，因为他现在真的太像癌末病患了。所以我今天重点是帽子一定要先换，所以我现在要戴，然后你帮我看是吗？我讲一下，反正这边呢就是柯达这间很有名的相机品牌，大家都知道，它在亚洲吗？在韩国，然后唯一的这种直营的旗舰店是卖服饰的。那柯达就是黄色嘛，大家想到它的标志。我刚看到这个字还不错，我们来问我们的潮流指标高中同学，这2个哪个比较好？这2个都是柯达的黄色。我觉得你偏老的颜色的话，应该比较适合你说那个吗？淡一点的。你说这个太年轻了，不适合30岁的人。毕竟我们都30岁了。而且高中同学是不是也是巨蟹座？最鸡掰的星座。我们生日差不多最鸡掰，你不是7月23？我7月8号继承谁？可以是吗？好看很多。因为我今天穿的就是也是黄色系的。那如果是那种安全牌，我看一下，不然我试一下。我觉得灰或黑吗？你应该自己也知道自己比较适合低彩度的衣服吧？我现在都穿帽子，就是挑黑白灰啦。这个灰色应该也可以。对，因为我有时候觉得黑色好重的感觉。要付钱，要准备付钱了。好，这样。哪个比较好？这种红叫什么红啊？我每次都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个。我就叫它猪肝红。猪肝红。其实现在男生也蛮流行，就也是算比较中性的。这个最好啊。这个最好啊。刚才第一个看到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多少钱，因为它这种就是叫什么 logo 帽、logo T， 但是通常在台湾如果看到，好像有仿的啦，就是那种柯达有仿，但是这个是正版的，我猜它应该不会太便宜吧，因为这边是圣水，49000，还好1000块，1000多，不到1100。牛仔蓝、丹宁蓝，我跟你讲，视觉设计师来跟大家讲这个其中的 mega 在哪里。我们用对比色的时候，就是用黑跟白嘛，但另外一个也很常用的醒目的对比色就是黑跟黄，所以我觉得戴这个时候，它那个黄中间那个很显眼。是我的话，我比较会觉得是黄色比较百搭，因为它是在头上。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穿黄色的帽子的话，其实你下半身不管穿白、黑，其实都可以搭。可是你其实丹宁这个帽子颜色也是可以啊。你看我也是可以讲一些所以然出来的。丑不是你的错，丑不是我错，是我妈的错。对，这个很可爱啊，它是柯达的底片罐造型的小收纳包吧。这边它有一个服务啊，好像是除了你买它现成的衣服以外，然后你可以 T 恤跟帆布包就可以搭配这边的 logo。它这边写 sticker 啦，就是图案啦、贴纸的意思。现在好像也快关店了。然后另一方面是你看它其实压的品质还不如它直接量产的比较好。这个应该说它优点就是在于你可以自己选啊。刚刚直接眼明手快就拿了一件，因为它是，反正我觉得我来这种地方就一定会想要 logo 的 logo T， 对 logo T， 然后它小的，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小的这种低调又蛮清楚。然后它背面是墙壁上那个，它有那个 Corner Shop 的店名，然后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商店啊，所以我觉得这件我几乎不用怎么考虑就拿了，蛮不错。那你刚刚说什么包包很好看？可是这种就是现在我们那个年纪不实用哦，我就不知道要装什么，因为我出去有时候摄影的话，好像这个小也不知道能装什么。这种我会把它叫成夜店包，就是什么装烟啊、打火机，然后装钱包、身份证啊，然后装几张钞票。有人很懂是不是？哦，其实如果说相机包的话，刚跟那面比的话，我比较喜欢这个。其实我喜欢这种黄色，然后稍微深一点，就是像刚刚我们帽子一样嘛，没有那么饱和的黄。婴儿络腮黄。我现在要上去看一下2楼，所以说上次来你说2楼也是服饰哦，就更多单品啦。不然我们的高中同学，你现在平常自己如果买衣服，你都穿什么样类型的啊？打折重点已经不是图案还是版型了吗？你都穿的舒服就好了。Guess 名牌啊，这是名牌吗？就是某个已经过气的潮牌，所以你也没有在我外面也是 Guess。所以你没有在追逐你一定要买什么牌子，是刚好是吗？刚好 Guess 在打折，我很常会去找打折，我就是贪小便宜。你这个方向是对的啊，你又穿得好看，又买到便宜。其实有一些他就绣一个柯达，不然我其实没有，他美秀的话就是那个5分谱的衣服，他是东大门，然后披一个过来，然后加一个柯达。你看这件就要20万元。我是会稍微看一下，就是设计上也有一些好看的，像刚刚那个 T 恤嘛，它背后是有大图的。那你说如果只是这一件上面有个柯达，我可能再看一下，就是可能本身真的很喜欢它的设计的话，然后有鞋子，其实我最近也是有点想买鞋，鞋子有点骚怎么办？这蛮好看的。对啊，你看我穿的是登山鞋，我就是为了旅游好走是穿登山鞋，不然我平常是穿那个帆布鞋已经爆掉了。13万，大概3000哦，3000多，可接受。刚刚衣服是多少钱？所以我今天花个20万就可以走出这里。好看吗？你说后面这个吗？好像有点类似那种小票。对啊，小票是基语，收据。小票不是，我刚想说是不是什么？我想说是不是真的有跟什么跟票有关的？小票，打嘴巴打的，小票是基语。我真的还不知道收据叫小票，收据，这也要打个字幕。我们怕被延上。对，只言只语。因为我有一件这个黄色的短 T 啦，当然料子好像没有这件，就我那件比较差一点，但是料子也是只言只语。料子之语吗？材质。文化统战。料子不是料子，它的料有点像那个嘛料件。可是只要讲质料啊，质感。料子是之语。之语啊，你不觉得很常听到什么阿尚就说，你这个料子。料子不错的，他们不会说材质很好。不会说材质。天哪，我们连犯2个小心哦，我们会被那个纠察队知语警察关切。对，这有点那个蓝白拖的既视感，柯达版蓝白拖。你讲完之后，我就觉得好像不用看它。不是你自己看，你从这边看。谢谢。蓝白拖。讲一下，就是我高中同学，你是新竹人吧？也算新竹，要不然，但我身份证是 F。对，但是他就是工作关系，你已经搬来韩国首尔已经几年了？好久了，跟韩国应该拉拉扯扯应该有7年了。对，总之他现在已经非常熟这边，所以我只要来首尔玩的话，这蛮好看的。来找他。高中同学看上了一件外套，
它刚刚其实是穿另外一面，因为这件可以双面穿，穿两面它都有那个柯达的 logo。应该是大1号，可是我只要不再变胖就可以。你要为了 fit 它，然后再运动一下。你现在再把它穿回原本那面是吗？我是蛮喜欢它这个那个形状的柯达标啦。我刚刚以为这是试衣间，然后它是那个啦，底片胶卷弄成一个自拍镜，也算是某种试衣间啦。就是你不要脱到那种全身脱掉的话，你也可以那边穿衣服进来自己自拍一下。耶、好可怕、这样多少？但消费快乐吗？消费没有不快乐的，只是回家之后会开始有点除以大概43。这趟来花最多的。我就是想说，不知道下次来首尔什么时候了。2年后我赚得到6000块吧。我们今天其实有点小赶，因为已经快要结束营业了，所以我们来拍那个，它是一个那个啦，店里面的一个机器，它可以让你直接有点像拍立得嘛，直接得到一张黑白的。我们再一张，我们友情的纪念。我比较好看。那我就拿这张黑白的，马上就出来。我们，其实我们这样逛的蛮急匆匆的，因为我们今天太晚来了。我跟你讲，是因为是谁？因为我一直鼓吹你。应该说我这趟本来就预计我可能会在这边花最多钱。那你买什么？我们第一个进去看到帽子嘛，虽然说我已经有帽子，可是帽子就是一个假设我拍片戴这个最会被大家先看到的东西，然后它是柯达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T 恤。这个图案呢，它这边是那个小的印花，然后它背后是那个现在看不到，就是它那个商店大图，所以买这个，就以后的拍片也可以穿，然后休闲也可以穿。然后这是垃圾包，刚刚被我推坑，我就说你就买。我是觉得看起来好像可以装底片啊，可能可以装个3-4卷。重头戏就是这双。那我要说，我真的不是乱花钱，我其实是个很不爱买鞋的人，我不会那种一次囤很多鞋。我唯一的一双帆布鞋，就是可能从这个频道创立到现在都穿同一双，那双其实现在已经整个烂掉了。然后我想说，我本来就需要换一双鞋，我真的是觉得这个颜色太好看了。我是最推荐买这个柯达黄，它是黄配白的，经典的。我觉得它就是柯达那个 logo 弄得真的很鲜明啦，后面也还有柯达。我们现在逛完 Koda Color Shop， 那今天也要结束了。你这是逛第2次了吗？有什么不一样吗？还是第5次了吧？衣服好看，但是因为我不太会买大 logo， 不然其实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应该都穿那些素的啊。那店员好看吗？好看啊，因为他们都很会穿搭。你知道陷害有女朋友的人？那你之前原本知道柯达这牌子是？废话，我也是念电影的啊。对，他是念电影的，所以你不可能不知道柯达，对不对？对啊。我想说，最想要来说，你会不会其实哇，这是个潮牌，然后柯达是什么？对啦，那这件我也是有文化的素质人啊，你是知语有文化的世新人。反正就是我们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学校大部分人都是走那种升学的路线，比较少像我们跑去念艺术。那高中同学你是念广电世新，然后我是念动画嘛，对，所以我们算是上大学之后还有在联络的朋友啦。我也是1-2年看到他一次。殊不知我念了电影之后，还是跑来韩国做毫无相关的东西。但是你有那个素养啊，你知道柯达是什么。好，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啦。那明天再带大家去今天没有去到的2间宏大店。那明天高中同学可能不会陪我了，他今天好像还有约，我有点忙。他好像可能明天会喝到中午，是吗？随缘，就是再联络。就明天可能下午3点再问问看你会不会醒了。好啦，那就先这样啦，大家明天见喽，拜拜。总结而言 ，Koda Color Shop 绝对是喜爱潮流穿搭的人走进去就会出不来的程度。装潢风格也非常美，适合打卡拍照留念。不过比起其他间这次开箱的店铺，这里的门市服务和底片摄影的关联较小，所以特色分数我们给到4颗星。交通方面，则是从地铁圣水站4号出口，只要步行4分钟，就可以在热闹的大马路旁看到喽。大家早安，今天是我在首尔的第3天。其实应该是录影是第2天啦，因为我第1天是深夜班机。今天我现在因为住在弘大的关系，第一站就来带大家看看弘大这边延南洞的一间叫做延南胶卷的店。其实我这次要拜访的店，他们很多营业时间都不太一样。延南洞这边我应该是会有想要开箱2间。那我今天要去的是早上10点就营业的延南胶卷，跟昨天南大门相机比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偏真的是底片行的那种店家啦。好，那我们现在就从我旅馆走过去咯。那弘大呢，也就是弘大路口地铁站这边，就是首尔知名的弘毅大学所在的位置。那附近就是因为很多学生嘛，所以就很多年轻人喜欢的潮店啊、餐厅啊，是一个很热闹的商圈。那在这种商圈呢，就想必真的的确会有很厉害的一些底片店家啦。
还有嘞，今天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头上戴的这个，已经不是我之前每次戴的那个鹿来毛帽了，这个就是我昨天在 Kodak Color Shop 买的那个啦，黄色的柯达这个鸭舌帽。岩南胶卷位于2楼的店面空间狭小，比较接近传统的底片冲扫行。相机贩售虽然并非主力，但店面还是有摆放约一个柜位的底片相机。这里也附上有直接标明价格的部分相机价格，让大家参考。柜台附近也有贩售一些135底片，包含一般彩色负片、黑白片和电影底片等。岩南胶卷提供底片冲扫和印象服务，冲扫项目有彩色负片、黑白片、电影片和正片，电子档会透过 email 传送。难得的是，这里的电影底片采用的是 ECN2 工艺冲洗，并非一般的 C41 除碳流程，甚至1万韩元的方案还会同时一次提供富士和诺之士的2种底扫版本。最惊人的就是取件速度的部分了，一般彩色负片居然只要4个小时即可冲扫完毕，电影底片需等待约7到10天，黑白片他们则是会在每个周一和周五2天进行冲洗，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周4送去，隔天的周五就有机会收到档案，遇到假日则会顺延。也因此，这间是我这趟唯一有实际冲洗的店家。这里也附上我在岩南胶卷冲扫的底片样章，9000韩元的大档扫描方案，竟然有着高达3000万的高像素，非常值得推荐哦。我觉得这间超赞的，它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底片行，就是小小一间的啦。然后呢，重点是我吓到我，因为我昨天去 Finlog， 它就冲扫至少要2天嘛，所以就变成是我这趟快闪会来不及。我就想说，反正碰运气问问看这间岩南胶卷它冲扫了多久，结果它一般采付只要4个小时。现在是中午时间嘛，然后我下午就可以拿，所以大概是下午3、4点我就可以过来拿底片。那底片的价格部分是刚看了一下，大部分都还是比台湾贵，没错啦。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拍135的正片啊？有一卷就是叫柯达5294，就1:100D 的正片，那个台湾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断货了，像我平常去的自由数位也没有了。在这边它居然有卖5294的正片分装片，它卖的价格就是19500韩元，换算成台币大概是一卷450，哇！所以刚刚我原本是这趟是来开箱底片相机店，怎么变成代购团了？总之呢，我觉得这间它不愧是在学区的底片冲洗行啊，可能是考虑到附近有很多宏大的学生啊，所以它的价格真的是蛮实惠的。它基本方案它是韩元6000块，然后大档是9000块，换算成台币的话大概是140跟210啦。那相信这个价格已经可能比台湾的某些冲洗店还便宜。总结来说，岩南胶卷主打的是高 CP 值且取件快速的底片冲扫服务。如果你跟我一样来首快闪旅行，那这间冲扫行会是你的首选。不过，虽然它位于热闹的宏大商圈，但从地铁宏大路口站3号出口，却要步行约15分钟才会抵达，相对来说位置稍微偏远。如果赶着要在送洗当天打烊前回去取回底片，记得要多预留一点走路的时间哦。下一天要去的呢，感觉也是很生猛的店了。那它是一间叫做 Ali Camera， 我觉得看一下网上查到的资讯，它感觉有点像是台北的 Snap 那样，就是它除了做可能底片的贩售啊，然后卖相机以外，也有一些像是做策展，然后独立刊物的部分，我就觉得应该是一间蛮厉害的店啦。那因为它开的时间比较晚，是中午12点，然后我原本是想说，我刚刚去完岩南胶卷，可能到处晃晃再过去，结果这样混一混，现在就已经快12点了。那它的位置其实离宏大站稍微再远一点点，像我现在从岩南胶卷走过去，导航是说就要22分钟啦，所以我打算就步行过去，然后路上沿路拍拍照这样。虽然我刚刚是一路这样走过来啦，但其实那个 Ali Camera 它附近也是有一个地铁站，刚经过叫嘉左站吧，所以大家如果懒得从宏大走的话，你也是可以直接搭地铁直接过来啦。那因为其实今天的天气还不错，这样走走步、散散步，气温也蛮舒服的啊。那我们现在就快要到 Ali Camera 这里了，我们就去前面看看吧。另一间位于宏大岩南栋的 Ali Camera， 门市贩售底片相机、玩具相机和拍立得。贩售的底片款式并不是很多，他们除了商品贩售和底片冲扫服务外，也进行艺术策展、刊物出版和经营网络商城等，可说是各方面触角极广的品牌。在岩南栋和神山洞都有着分店。先来介绍底片冲扫的部分 ，Ali Camera 提供一般彩色负片、黑白片、电影片和正片的冲扫，取件方式有 email 和在韩国比较常用的 KakaoTalk。价位部分，一般负片的基本方案为5000韩元。
是这次造访店家当中最低廉的，等待天数也仅需1天 ，CP 值非常的高。而除了彩色负片以外，等待天数都约需要等待到1周的时间。沿南洞店面陈列型号看下来，以玩具相机和拍立得为大宗，相机拍摄样张的部分，虽然别间店家像是 Finlog 也有提供，但 AD Camera 特别的是，他们就连拍立得也有附上实拍。贩售的底片款式，则是以柯达一般负片，以及来自欧洲的 Lomo 和 Kono 特效底片为主。从这几点观察下来，他们比较注重的可能是在于底片的趣味拍摄玩法。我现在从 AD Camera 出来啦，然后刚刚逛了一下，因为它门口看那个橱窗有放很多那种机械底片机嘛，所以我原本以为里面可能会卖很多机械底片机，但我觉得更大宗的是卖拍立得，还有那种不可换镜头，然后不可以调整光圈的那种小小的塑胶相机啊。我觉得这边有它的取向啦，就虽然它是有卖底片，但它的底片款式呢，显然没有 Finlog 啊，还有刚刚去的沿南胶卷那么多。所以这边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定位成就是来买玩具相机啊，和买拍立得的。那刚刚看了一下，其实拍立得种类其实蛮多的哦，有一些是你在台湾的，比如说点相啊，可能也找不太到的。比如说我刚刚有看到一台很酷，它是那个禄来出的双眼的拍立得，可能是 Mint 代工的，我也不确定，价钱好像不便宜哦，要1万多。对，但很潮，因为它就是腰平取景的拍立得。那再来呢，就是也有看到一个很酷的，我在台湾也没有看过的相机，就是 Lomo 出的 Lomo Kino， 就是那个使用135底片啊，然后可以拿来拍摄电影，就是那种连续画面的相机。所以如果你今天来首尔啊，那你想要找的是玩具相机跟拍立得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看看来这间 AD Camera。那他们也跟我之前去日本自由之丘的那间补拍相机屋很像的是，他们也有贩卖就是底片含冲扫的这样子的组合包啦。刚刚看到就有柯达的，也有富士的底片，等于说就是你买2卷底片，然后就附赠2卷的冲扫。我觉得这个形式现在慢慢，不管是在台湾、日本、韩国啊，都开始流行起来了啦。像台湾有那个渣男底片，所以大家如果你有来弘大商圈这一带的话，也是可以过来走走晃晃，我觉得蛮不错的哦。就在我刚离开相机店后，我在 IG 粉专发了一篇限时动态标记的店家，没想到很忽然的，我就意外与 AD Camera 老板 Ellie 取得了联系。Ellie 说，他们还有旁边的另外一间店铺，摆放非常多的传统相机收藏。由于当下我已经在别的地铁站了，于是后来就赶在他们当天打烊前又折了回去，由店经理为我导览精彩的相机小屋。So it's all for sale? No, it's just my wife's collection. My Just wife's collection? name- yeah, my wife's English name is Ellie. So this is Ellie. This area is for sale. Very a lot of collection. We have more, but You have more and more. space is so small, so we can. So small. So it's all film camera or something is CCD or No, all cameras. your wife is Ellie. Yeah. So what's your name? English name is Tom. 趁他们结束营业前跑回来看了，这边全部都是烫的老婆 Ellie 的收藏品。Ellie very like Germany camera. Yeah. All blend Germany. She graduated from England. She's Korean or from England? Korea. Korean. Yeah. She went buy to land. Germany or France. I went to Germany and Europe everywhere. She still use land. Yeah. This one and this one was her first cameras. This was first one. This is first camera. Yeah, and design was England. It's Yeah, England. till 30s. She liked design Ah. because she studied design. Is she very like Olympus? Many Olympus here. Yeah, she liked so this kind of unique. Rolex and Leica. I have this one. It Takeda? is Tasona Yeah. and it's square film. I have one and buy from Japan. It's just a toy. No, this is real camera. Very small film. Very small. I never seen this kind of. This was made 1930. So if you take want a photo. to use this camera, you can 35 film. I can cross 35. This camera very expensive. Yeah. So you have a Leica M, at least one. Free. Because I don't have Leica, so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about Leica. This one is like a copy, but from England too. Leica like but unique. It's a viewfinder.
Yeah, you can see through this. Wow. This is viewfinder, and this is taking lens and viewing lens. Ah. Two kind of lens, I never seen this camera. It's very cool. and very. Very light. I have a Rolex Yeah. 35 SE. It is from Singapore or Germany? Germany. Germany version is more expensive. We have more, but You have a more, Yeah. but not in here. not here. Sorry. Konica. Yeah. Coca-Cola camera. White bear camera. Yeah. Rolex Flex. Tierra, twin lens reflex. This two is SLR. This one is 35, I think this first time. and you can see here, and you can see it through here too. SL SLR. 2000F. Some cameras were rental. Rental. Yeah, movie or Movie. Movie. They need a camera in their film. This is brand new cameras, as you know that. I know that. In my YouTube channel, I have introduced Ah. Rolex 35 Yeah. AF and Pentax Pentax one. 17. I want to ask you a question. Which camera is better? I need to leave, so Oh yeah.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Wonderful store. I will go back to Taiwan and introduce your shop Thank you. to Taiwanese, my fans in my YouTube channel. Thank you. 감사합니다. Thank you, thank you. 总结而言 ，Ali Camera 是一间拍立得控绝对不能错过的店家。虽然这边贩售的底片和传统底片相机相对选择较少，但 Ali 相机小屋非常震撼，根本是博物馆的等级，大家真的务必要来看看。交通便利性的部分，附近就有个地铁加左站的出口，从地铁站步行3分钟后就可以直接抵达咯。我现在呢从乙支路3街地铁站出来，那现在就要来去我们这趟最后一间要介绍的，它叫做 GoRai Studio， 那中文也就是叫金鱼照相馆或者是金鱼显像所，听起来就是一个照相馆啦。就比起我们昨天去南大门相机街，今天都是走一个冲扫行的路线啦。那我们就现在就先过去吧。GoRai Studio 中文翻译成金鱼照相馆，街道边就只有一个位于建筑上方的招牌，从楼梯走上3楼后，就会抵达店铺的门口。一进店就可以看到商品柜陈列着满满的底片和玩具相机，以及非常拥挤的人潮。我现在人呢就在金鱼照相馆里面，哇，这间店是超乎我想象的狂哎！因为这间店我原本一开始在做功课查询的时候就知道说，这边有个服务是店家在帮你冲洗好底片之后，那你可以在这边操作机台自己扫描。我们前面这边是卖商品嘛，就是底片啊、相机啊、立可拍啊，后面全部都是客人在自己操作机台扫描他们自己的底片，哇，超酷的！柜台上面有冲扫价目表啦，这边很特别，是会让我想到台湾的那个明视，他们是可以让客人自己选择扫描机台的，包括上面有写末日式啊、富士跟柯达，还有写上他们各自会呈现出怎么样的效果，看可以扫多大的像素，而且这边也是超酷的，可以很直接看到他们在做冲扫，把那个机台的样子。非常的透明，这边卖的底片也是琳琅满目，非常多种，黑白片啊，一般的彩富啊，正片的部分。哦，这边也是有100，价格方面也是蛮可怕的，反正就是都是破1000块啦。相机的部分也是以这种玩具相机为主啦，这边也是很多像柯达或是各个厂牌的玩具相机。可能拍立得就比较少一点，这边还是以一般就是那种需要冲洗的底片胶卷为主，有一些我都没看过的包装，像这个是什么金鱼吗？啊，金鱼哦，那是不是他们可能自己出的？总之这边你如果要买玩具相机的话，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然后我刚刚在看他们这边周边商品的贴纸部分有点小 shock， 所以大家还记得我们去 Finlook 的时候看到他们卖的底片品牌的贴纸吗？上面都是会用谐音，就是可能会把一些名字改掉啦，比如说这种路来可能会写 PO 来，可能这边直接把人家正式的品牌都打上来，我不确定会有版权的问题啦，也是种类非常多款的，可能有7、8种有，像这个小台的，会就有点让我想到我们频道自己出的那个像素贴纸，但是跟我们风格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做像素的，它这个就是那种向量
风格的感觉。这边就是磁铁的部分啊，各种经典款式的底片都有。刚刚问了一下店员，有点 sad， 因为我想要买这个手机后面的支架，然后他就说只有这个磁铁是卖的，手机支架是 single step， 就是他们只有自己的店员才有。还有限定的，可恶！这个真的是很实用的东西啊！磁铁这种平常只能粘在冰箱上面，我倒是还好。贴纸的部分啊，如果不想买那种一大张的话，它这边也是有卖这种单张的就不用想说啊，我为了要买某一个款式，我要一次买一整张。周边我觉得做得很用心啦，这样感觉花了很多时间在经营这些相关的文创商品。像是这里啊，它旁边也是有不少这种相机的碗袋啊、背带等等。刚刚不是说这边有很多人在自己扫描自己的底片嘛，然后旁边左边这边一堆人在等。我说哇，我从来没在台湾的底片冲扫店看到如此盛况。这边的底片文化、底片盛行度也不输台湾耶。这台就是之前居民室也有拍过的，就是富士的底扫啦。扫描是很快啦，但是因为冲洗我今天可能上这边来不及，所以我这次就不在这边送冲扫。其实它在每台机上面是有些扫描的步骤啦，但是因为我也看不懂韩文，这边的真的是看大家都很认真在处理自己的底片。没戴手套，抓到。店里还有这个很可爱的小印章，那我刚刚就拿了一些盖，富士了，然后呢诺日式，它柯达这个已经没墨了，所以就盖成这样。其他还有相机啊，还有这个金鱼，因为他们是金鱼显像锁嘛，我身上没有什么笔记本之类的，我就用我的这个之前在日本普派买的小收纳包来印。这里我们也附上金鱼照相馆的冲扫价目和举件天数表，等待时间分别为彩色负片1至2天，黑白片和电影片5天，正片7天。扫描可以选择交给店家直接处理，或是冲洗好后由客人到店内自助操作底扫机台。但经过我亲自向店家询问，两种选项的价格其实都是一样的，自己扫描并不会因此比较便宜哦。我现在人呢，刚从后面的这个金鱼显像所出来，不要看它外观好像很低调、很隐秘的一个小店，进去里面真的是吓我一跳。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冲扫店的想象是怎么样啊？通常就是可能会提供冲加扫，或是单冲单扫嘛。但这边金鱼显像所，我觉得真的是很狂。除了它当然基本上有贩售一些底片相机和底片胶卷以外，因为你通常想象说，哦，你把扫描这件事情交给客人，如果在台湾的话，会不会观感会变成说，店家偷懒之类的？但我觉得这边没有。他这样子做之后，反而我觉得变成了一个最大的特色，因为这边客人源源不绝，超多的。刚刚看就除了现场的操作机台全部都人满为患以外，后面大概还有排10个人还正在等待。所以如果你今天来首尔玩，你也是安排了可能3、4天以上的行程，也是蛮推荐你，可能第一天就拍完一卷底片就送过来这边。他们冲洗完之后呢，你就可以过来自己尝试看看手动操作那个机台的感觉。但是因为它那个操作其实步骤它是用韩文。如果你来的话，可能要稍微问一下店员啊，或者是你本身如果就是熟悉韩文的朋友，可能就比较没有这个困扰。金鱼照相馆的总结，这里的底片款式齐全，也有许多店家自行设计的好看周边小物，但最大的特色还是他们提供了3种底扫的厂牌和自助操作的底片扫描。想体验底片后期流程的朋友，绝对不要错过哦。交通部分，只要从地铁已知路3街站9号出口，步行4分钟即可抵达，一样是便利度满分。最后，由于这次带大家逛了其中4间店家，都提供了底片冲扫服务，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整理了这4间店的一般负片基本方案、冲扫的价格和举件天数的比较表格，希望能够帮助到来首尔旅游的观众们快速找到合适自己的选择哦。Hello， 今天已经来到我这趟行程的最后一天啦。昨天开箱完最后一间店之后啊，就后来有点行程，所以还来不及做总结。那因为我等下就要去机场了，所以趁现在速来总结一下。总之呢，现在讲大家可能最关心了，在所有相机店买相机的部分啦。那首先是这样看下来，在韩国买相机这件事啊，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物价或薪水比较高的关系，这边相机都比台湾贵上不少，所以整体来说我是没有那么推荐在韩国，然后在首尔这边购买底片相机。但如果你一定要购买的话呢，我觉得也是有一些挑选的指南。那如果你想要品相最齐全的话，我觉得可以过去南大门市场的相机街那边。这趟去看到，虽然价格都不便宜，但是有不少真的是蛮稀奇古怪，然后各种高阶型号都有。那再来其次呢，是位于东大门的 Filmlog 和弘大这边的延南胶卷哦，在他们店面里面都还是有摆放一些底片相机，那品相也都还不错，可以考虑看看过去逛。再来是那个 AD Camera 呢，我觉得它主力就还是以玩具相机和拍立
得为主，尤其是拍立得啊。如果你今天来这边追星嘛，那你跟朋友一起来，想要留下一些回忆，然后又可以及时大家分送的话，我觉得可以去逛逛 AD Camera， 因为它那边除了一般基本款常见的富士 mini 拍立得以外呢，它也是有一些像鹿来那个双眼腰屏拍立得啊，和一些 Lomo 出的款式都可以去逛逛。金鱼照相馆那边也是有蛮多的玩具相机，尤其是那种不可重复使用的即可拍啊，各种型号都非常丰富。至于是如果你想要买底片的话呢，虽然这边也是比较贵，没错啦。但因为你知道旅行在外，有时候难免会遇到已经把底片拍完没有弹药的状况嘛。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想要在首尔购买底片，我的推荐度顺序是Filmlog 大概等于金鱼照相馆，大于延南胶卷，大于 AD Camera， 再大于南大门相机街。以我这次逛到的底片胶卷的丰富度来说，当然整体就是真的都比台湾贵上可能10%、20%以上。比较特别的是，像 Filmlog 他们那边在整个首尔不少地点都有那个底片自动贩卖机啊。然后呢，是这次我原本没有想要体验看看，但结果意外洗了一卷的，就是底片冲扫这件事。这次去到的几间拥有底片冲扫服务的店面，我都认为蛮值得推荐的。而且重点的是，韩国这边的底片冲扫好像比日本便宜蛮多的，就是跟台湾的价钱好像差不多，甚至比台湾某些店便宜。那像我这次就有实际冲洗到延南胶卷，那冲扫品质我觉得收到还不错。尤其是像金鱼照相馆，他们最主打呢，就是你可以选择由自己自行在那边用3种不同的底扫自己进行扫描，你可以自己调色啊，去做一些后置都可以。那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甚至你如果不是玩底片相机的玩家，你也是蛮值得一逛的，就是周边商品的店。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佼佼者当然就是这次我们去圣水洞逛到的 Koda Corner Shop 啦，因为它整间店就是卖由柯达他们推出了非常潮的一些服饰啊、周边商品啊等等，真的非常好逛，你没有花个几千块台币是走不出来的啦。好啊，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首尔底片店家大探险啊。不管你今天是来韩国单纯旅游啊，还是追星啊，还是刚好你过来这边出差，如果你有一点时间的话，因为这次我们逛了几间店，其实交通都没有真的到非常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参考看看我们这趟去过这些店家哦。不知道以上我们去探访的这些底片店家，哪一间让你觉得最有特色、最烧到你呢？那如果还有什么在首尔的这些优质宝藏店家，是你听过、你去过，但是我们这次没有去到的，也欢迎你在留言区推荐起来。好，我想这次的影片应该剪得蛮长，内容蛮丰富的。那也感谢你看到这边。那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我们是写真浪漫旅，欢迎跟我们寻找生活浪漫。下次见啦，拜拜。